这次去福井和彦根，我们选择搭乘 JAL。地勤特别交代，到羽田机场时要拿行李转国内航线 check in， 尽管都是 JAL。JAL 的飞机很有趣，还可以透过萤幕看飞机的机头和机尾。抵达羽田机场往转机方向走，发现出境和转机其实是同一个地方，都要过海关，所以排队要排很久。转机需要坐 shuttle bus 或是 monorail 去另一个 terminal。兔子很想试看看他查到转机免费搭乘 monorail 是不是真的。在我们提出后，服务人员才拿出免费转乘券。JAL 班机抵达比较晚，需要在大阪住一晚。临空城的星野意外很便宜，自助 check in， 楼下还有便利商店，不过大厅的备品很简单，没有提供保养品。房间也小，所以如果对星野没有幻想，其实就是一家符合它价格的普通 hotel。早上的关空快速都是上班族，男性拿着扇子，女性拿着小风扇对着脸吹，大概是为了维持妆容。因为要去福井，我们在大阪下车，坐特急 Thunderbird 去敦贺，转新干线到福井。Thunderbird 会经过琵琶湖东岸，所以有的路段可以看见琵琶湖。敦贺新干线开通后，就没有直达车可以从大阪到福井了，必须在敦贺转车。福井就是一个充满恐龙的地方，我们一下车就先去车站里的金花堂买特产。上次我来福井，每天都去买，每天都没买到，全卖光了，结果一直没吃到，所以这次打算先冲去买。现场只看到这4种，都很好吃，最好吃的还是名产羽二重饼，虽然这个是改良过的，但改良后的真的超好吃。我们早早出门，其实是为了吃福福茶屋中午的乡土料理 buffet。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餐厅，但是可以一次吃到很多福井的料理，这个价位真的很划算。可惜直到下午2点 ，Hyperion 碰巧有活动，如果餐厅或纪念品有消费日币2000元，就可以换代币转扭蛋。但每天店家都有限量，我们只换到了1次，只转到恐龙贴纸。吃完中餐，从车站大概走20分钟，参观养浩馆，原名旧玉泉水屋夫，是福井藩主松平家的别邸庭园，江户中期典型的回游式林泉庭园，17世纪建造，但在1945年空袭几乎全毁。政府认为庭园仍保留旧有的景象，在1982年指定为国家名胜，并按照1823年的建筑图重建。1993年复原后对外开放。因为池塘中间没有岛屿，视野开阔，没有遮蔽物，可以透过窗户欣赏湖中的残月。我们来的时间是下午，看不到月亮的倒影，却看见倒影在屋顶波光粼粼的池水，是我觉得这里最漂亮的地方。要不是因为太热，真的可以在这里待很久。养浩馆在美国专门介绍日本庭园杂志的 Journal of Japanese Gardening 曾经连续3年都位居第3名，是个评价很高的庭园。福井城基里的现代建筑是福井县厅和警察本部。因为我们在 Marriott 还有 Free Night 要用掉，就选择住在福井车站旁的 Korea Marriott。这家的位置有点奇怪，要先搭乘电扶梯到3楼，经过健身房，按照沿路的指示走到饭店入口。如果房间还没好，这里可以先寄放行李。check in 要再转搭电梯到16楼去大厅，到了大厅要再转另一个电梯去房间。每天进出也都是按照这个路线。因为楼层高，房间的 view 很好，房间很大，但缺点是这家没有免费早餐和免费停车。停车场是 parking structure， 饭店是有相通的，会员1天是日币1500，非会员是2000，退房的时候一并付款。福井这里的荞麦面是10割的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。第2天的行程就都在圣山，这次我们都是租车行动
3天含保险一共是美金195元。选择租车是因为福井的景点很散，公车班次有限，只有养号馆可以步行。东寻坊和恐龙博物馆坐越前铁道转公车都要1小时以上，一城谷坐 JR 或公车都是半小时。永平寺坐越前铁道再转公车要1小时，丸冈城坐公车要1小时。平泉寺白山神社则是到圣山再租脚踏车比较方便，因为公车一天只有3班，行程规划难度太高。尽管和恐龙博物馆距离不远，但是不开车就没办法一天完成。从福井车站一路开到圣山到恐龙博物馆一点都不难，因为沿路会一直看到恐龙在跟你招手，很难忽略。到了恐龙博物馆，连停车场旁边的路障都是恐龙造型。停车场很大，而且不止一个，所以很好停车。门口有一个恐龙博士，疫情的时候他还戴口罩，做好榜样。进入博物馆要扫 QR code 进去，所以上网买好门票后 email 要收好，上面会有入场的 QR code。参观路线是搭乘电扶梯到 B1 的恐龙之路，走过和恐龙同时代的化石，会看到一个在现 Wyoming 挖掘出圆顶龙呈现死亡姿势出土状态，是少数发现保留完整骨架的化石。官网建议线上先预约买票，因为每个时段有限制人数，如果在旺季参观，有可能现场已售完。门票超便宜，常设展才日币1000，不过野外恐龙博物馆和特展就要另外付费。穿越恐龙之路就会看到一只机械暴龙雨露均沾，从左到右对大家温柔的吼叫，这是按照真实体型的暴龙制作的。听说以前的版本常常把小孩吓哭，改版后变温柔了，有点太温柔了。其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野外挖掘活动，这就一定要预约，而且还不是每天都有，必须按照指定时间搭乘接驳车去现场。据说挖到其他的化石可以带回家，但是如果是恐龙化石就不能带走，可惜只有日文，所以活动详情只有在日文官网才有，选择其他语言是看不到的。在暴龙旁边围绕着它展示的恐龙骨架，是按照骨盆结构进行分类介绍，有展示真实挖掘出来的化石，也有复制的化石。这个头骨化石90%都是真的，因为头骨很薄，所以放在柜里保存。右边是按照真品复制出来的。这2只恐龙在蒙古打架时突然发生意外，直接同归于尽，变成化石给后人观赏。Leonardo 是来自美国 Montana 的木乃伊化化石，曾在2004年被列入在金氏世界纪录中，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恐龙化石之一。旁边一区主要是介绍日本和亚洲的恐龙化石。福井这里挖掘出来的有福井鸟、福井龙、福井盗龙、福井猎龙、福井巨龙和圣山月龙。走过这区就会看到福井盗龙在那里打招呼，这是按照实际大小做的。这层楼除了恐龙，中间有一区是地球科学的展区，介绍地球的构成。再往上一层楼是介绍生命的历史。恐龙以外的生物会放在这里，翼龙和鱼龙也都摆在这区，毕竟这2者在分类上不属于恐龙。还有两栖类登上陆地的演化故事也会放在这里。恐龙博物馆还有一个令人期待的就是餐厅，里面很多可爱的恐龙餐，价格也负担得起。不是只有卖相好，我觉得味道也不错。意大利面中规中矩，恐龙挖掘餐吃起来很有惊喜感，会突然挖到一颗蛋，而且咖喱很好吃，还有放五茸菇。餐厅旁边就是邪恶的纪念品区，除了恐龙玩偶以外，还有恐龙制冰器和泡茶网、恐龙订书机，里面还有和 Godiva 联名的巧克力饼干和各种可爱的物品。1楼和2楼有个恐龙实验室，展示暴龙的全身骨骼，可以近距离观察，还可以认识恐龙的内部构造和生活习性。作为世界3大恐龙博物馆之一的福井恐龙博物馆，真的是物超所值，认真逛真的要一整天。恐龙博物馆还有解说的 App 可以下载，这些骨架旁边有对应的号码，可以再对照 App 的内容去了解更多。
选择对应的语言后，如果要更换语言，会自动下载另一个语言，想再回去原本的语言，又要重新再跑一次，无法随时切换。离开恐龙博物馆，在公车站旁边还有另一个恐龙餐厅和纪念品店，看起来这个餐厅的餐点也是可爱路线。深山这里还有一个很值得来的平泉寺白山神社。上次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来，搭越前铁道抵达圣山后，在车站租脚踏车骑上去。这里的参道被选为日本的百道选，是一个大斜坡。尽管是电动脚踏车，还是骑得很痛苦，但风景很美。不过这次是开车来，车子不能开参道，要从后面的道路绕上去。停车场距离历史探油馆很近，但就完全避开了前面的参道。停车场的费用要准备好零钱，因为不会找零。旁边还有熊出没的提醒，提供免费熊铃租借。日本连这种告示牌都做得很可爱。再过去过了精进版，鱼类就不能带进来了，有净身修心的意思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平泉寺白山神社很适合和一城谷招仓氏遗迹一起作为配套行程。平泉寺在717年建立，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是白山信仰的中心。全盛的室町时代有48社、36堂、6000间院坊和8000名僧兵，成为巨大的宗教都市。在战国时代，和越前国的领主招仓氏是作为越前国的宗教和政治的两大势力，有密切的关系。僧兵很多也来自招仓氏的家臣，在有战事的时候，僧兵也支援。招仓氏也会在财政和领地上给予平泉寺庇护。但织田信长在1573年时，趁招仓义景去支援前景长政的时候出兵，并追赶到一城谷。而平泉寺拒绝出兵，并倒向织田信长，最后招仓义景走投无路自尽。原本为了保全平泉寺，决定背叛招仓义景，没想到在隔年成为净土真宗信徒起义的目标，便放火烧了平泉寺，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。直到10年后，幸存的弟子才回来重建，但至此之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，只有原本的1/10。到了明治维新时，受神佛分离政策影响，被迫清除所有佛教元素，废除寺号，仅作为白山神社运作。在纳金所这里，还可以看到当时战国时代一向一揆军破坏的佛像，加上明治维新时神佛分离的影响，更让这些神像残缺不全。平泉寺的考古发掘始于1989年。从一向一揆焚毁后被掩埋，又因血深人少，使地下遗迹可以保留下来，一直到现在考古都还持续进行中。与富士山、立山并称日本3大灵山的白山，山顶被视为圣域，以平泉寺为起点往圣域的道路被称为越前禅定道，选定为历史的百道选，入口在三之宫后面。城市充满垂直绝壁的严苛修行路，部分古道已消失，但仍保有一些珍贵的宗教遗迹。直到明治维新，管理权才移交给石川县的白山比咩神社。可惜的是，2次来到这里都没有走到南谷发掘现场和中世纪的石叠及院基。